如果我们真的造出一艘能跑到光速的飞船，一直朝一个方向冲，能不能撞上宇宙的墙？答案听起来很扫兴，天文学家会告诉你，你可以一直飞，但你永远飞不到宇宙的边缘。甚至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没法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说宇宙到底有多大。这不是宇宙在耍赖，而是空间和时间的规则本来就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形成的直觉完全不一样。我们先从一个最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说起，很多人下意识会觉得星系是在一个静止的空间里飞来飞去，像烟花一样向四面八方炸开。但在现代宇宙学里，这个画面是错的。真正发生的事情是，空间本身在被拉长。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用当时口径24英寸的望远镜观测了一批远方星系。他不是看星系长什么样，而是盯着它们的光谱。结果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些星系的光谱整体向红色方向偏移，波长被拉长了。这就像救护车从你身边呼啸而过，声音尖锐，但它越开越远，声音就越低沉。光也一样，波长被拉长，说明光源正在远离我们。哈勃进一步发现一个规律，离我们越远的星系，红移越严重，退行的速度越快。这个关系后来被总结成哈勃定律，用一句话说就是每远大约300多万光年，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就多大约70公里每秒。为了理解这件事，天文学家很喜欢用一个比喻，想象你是一颗嵌在面包里的葡萄干，面包进了烤箱，整体开始膨胀，也会看到周围的每一颗葡萄干都在远离你，而且越远的那颗看起来退得越快。但关键是葡萄干本身并没有在面包里乱跑，是面包在整体变大，宇宙就是那块正在发酵的面包。这时候坐着光速飞船去宇宙边缘这个想法，会直接撞上2条硬规则。第一条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底线，任何有质量的东西在空间中运动的速度都不能超过光速，飞船再先进也只能无限接近光速，而不能真正超越。第二条是一个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都会觉得反直觉的事实，相对论并没有禁止空间本身的膨胀速度等效超过光速。于是一个听起来很魔幻，但已经被观测支持的结果出现了，超过大约140亿光年之外的许多星系，由于空间膨胀的缘故，它们远离我们的退行速度已经超过了光速。注意，这并不是这些星系在违规超光速飞行，它们在各自的局部空间里可能几乎是静止的，真正变快的是你和它们之间那段空间被拉长的速度。对那艘光速飞船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拼命往前飞，速度上限就是光速，但你和目标之间的空间却在不断增加，而且增加的比你飞过去的速度还快。你追的不是一个固定的终点，而是一块一边后退一边加速的地面。这就像你站在一条自动往后跑的传送带上，前面远处似乎有一堵墙，你已经跑到人类的极限速度，但传送带跑得更快，结果就是你永远追不上那堵墙，甚至连它究竟在不在都无法确认。哪怕我们给你一个看起来更疯狂的设定，假设飞船可以在100年内一直以接近光速飞行，从飞船内部来看，你确实飞了将近100光年，但从整个宇宙的尺度来看，在这同样的100年里，空间还在继续膨胀。对于那些极远的星系来说，你和它们的距离不是减少了100光年，而可能比出发时还要远。所以在这个规则下，你甚至连追上现在能看到的边界都做不到。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概念，宇宙确实有一个边界，但这个边界不是你以为的那种。我们能看到的宇宙不等于宇宙本身有多大，只等于光有多少时间来得及跑到我们这里。按照目前最主流的模型，宇宙的年龄大约是138亿年。很多人会本能的想，那最远能看到的地方应该也就138亿光年吧。偏偏真相又一次和直觉反着来，因为在这漫长的138亿年里，空间从来没有停下过膨胀，光在向我们飞来的同时，它和我们之间的空间也在被不断拉长。结果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最远信号来自宇宙大爆炸之后大约38万年的宇宙微波背景。那些光子刚出发的时候，距离我们可能只有几千万光年，但它们一路飞行的过程中，宇宙不断变大，到今天那些区域已经离我们大约460亿光年远。于是一个既精确又让人头大的数字出现了，
在现有模型下，可观测宇宙的半径大约是460亿光年，直径大约920亿光年。这个范围叫做可观测宇宙的世界。这里有两个非常容易混淆，但必须说清楚的点。第一，这个460亿光年不是宇宙的全部，只是光来得及到达我们的那一圈。就像你站在大雾里的平原上，最多只能看清周围几十米，你不会因此说这片平原的直径只有几十米，你只会说这是我目前能看清的范围。第二，在这层我们看不见的雾外面，宇宙很可能还在延伸，甚至可能是无限的。不同的数学模型给出不同的可能性，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可观测世界之外确实还有东西，只是那些地方发出的光过去来不及到我们这里，将来也永远来不及。所以问题就变成了，你坐上光速飞船，最多只能在这个可观测的球壳里飞来飞去，一边飞一边看，你没法保证能真正抵达这个球壳的边缘，更不可能去验证外面是不是还有下一堵墙。对我们来说，宇宙的边缘更像是一圈不断后退的雾墙，你走一步它退一步，你跑得再快它也不会被你撞破。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宇宙真的像一个气泡，外面存在一个物理意义上的边界，比如空间到那里就突然结束了，再往前就是虚无。理论上物理学家并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就算真是这样，对光速飞船来说结论依然不会变。原因可以分三层。第一层是相对论下的宇宙世界，本质上就是一座看不见的牢笼，不管宇宙整体是不是有限，只要在足够远的地方，空间膨胀的等效速度超过光速，就一定会形成时间世界。世界之外发生的任何事，信息永远传不到你这里，你也永远飞不过去。这和黑洞的世界很像，不是说外面什么都没有，而是物理规律不允许你与之发生因果联系。第二层是膨胀本身还在加速。1998年，通过对遥远夜行超新星的观测，天文学家发现宇宙的膨胀不是在减速，而是在加速。推动这一切的是我们至今仍然知之甚少的暗能量，占据了宇宙总能量密度的大约 68%。 在这个框架下，今天还勉强属于将来或许能到达的区域，未来也会一个个被甩出世界之外。你出发的越晚，能去的地方就越少，而那个假想中的宇宙物理边界如果存在，几乎肯定已经被锁在我们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第三层是一个更具想象力的可能，就算宇宙是有限的，你也未必会撞墙，而可能会绕圈。在广义相对论中，空间可以是弯曲的。一种设想是宇宙像一个三维球面，如果真是这样，你沿着一个方向一直飞，理论上可能会绕一大圈回到出发地。这就像你在地球上一直向东航行，最后会回到原点，但在整个过程中你从来不会遇到所谓的地球边缘。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沮丧，原来我们连宇宙有多大都说不准，所谓的边缘更像是一道永远无法验证的谜题。对人类来说，更现实的边界或许从来不是空间，而是时间。空间可以无限向外延伸，但我们的寿命有限，文明的时间有限。真正的问题不是宇宙有没有墙，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能把眼前这片宇宙理解到多深？也许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宇宙边缘。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若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